想要人生开挂，却总是踩不到正确的节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和你一样努力，却能轻松超越你？为什么那些看似普通的人，却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阶层跨越？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残酷。99%的人活在精心编织的假象中，而真正掌控世界的1%却在暗中操纵一切。今天，我将为你揭开这层神秘面纱，让你看清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相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甚至愤怒。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，就必须有勇气直面这些不为人知的规则。知识就是力量，而你即将获得的是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秘密武器。1. 少看哲学类书籍，多看社科文学、商业著作、历史古籍、名人传记、时代新知。生活要经历，感知人情冷暖，不是看10几本、上百本哲学书就顿悟了、通透了。它不是生活的养料，而是生活的调剂品。2. 学会借势，别高估个人力量，也别小瞧群体威力。人正因为有了社会关系，才能迅猛发展，因此要学会借助群体力量去完成个人目标。想做到同领域的厉害人物，就去找一个厉害群体混进去，接触他们。单纯想通关游戏，那就去网上搜索闯关攻略，因为一定有人提前闯关而分享攻略。想获取更高纬度的认知，那就花钱买大佬的时间，手把手教学。而且大佬的身边都是大佬，你还能借机链接其他高手。单打独斗干不过人数众多，当这个群体优质且强大，我们借势发挥，才能更好的远行。3. 复盘，经历的越多，不去复盘更难突围。让人突围的并不是经历本身，而是在经历过程中或结束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考与总结。如果再把时间拆分成小段，那么经历过程中的思考也可以看作对上一小段时间的总结。通过复盘，可以相对冷静且理性地从事态发展及结果中总结出自己的优缺，他人的优缺是否有遗憾，如果有，如果应该如何会更好等等。然后基于这些结论，坚持自己认为对的，督促自己突破惯性，去修正那些有待改善的思维或行为方式，择善人交，举一反三。这也是逐步建立并完备个人思想体系及处事原则的过程。认知扭曲，如果你的起始点就在底层，那你的父母和亲戚基本100%对这个社会的认知都有问题。你圈子里的所有人，上司、老板、同事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90%以上的概率同样认知扭曲。你问我为什么血口喷人？如果他们没问题的话，你在的那还叫底层吗？底层的大部分组成成分就是认知扭曲的人。你想从底层杀出来的唯一途径，就是远离一切指责你自私不负责任的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底层的运行逻辑就是不给你好处，还要教你做人。因为人人都想在别人那里刷点不需要成本的存在感。想想你身边那些教你做人的7大姑8大姨，想想在人生指导上坑到你倒血霉的父母，想想带你不干正事的狐朋狗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就是底层。谨慎交友，远离一切给你散播负能量的朋友，远离一切工具化你的人。这些人啊，只要你想活，想活得好，哪怕你没有害他，也要骂你一声忘恩负义的混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陪着他烂在泥里了呀，这可不就背叛人家了吗？5.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上。99%的人之所以内耗，是因为想要掌控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，
而对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，又不愿意竭尽全力。一个人成熟的开始，就是将所有的力气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。直白地说，能控制的事就是工作，不能控制的事就是情感。能控制的是理智方面的东西，不能控制的是感性方面的东西。所以说，一个人想要变得成熟一些，就是增加自己内心理智的成分。一个人的内心有3个重要的控制思维，一个是理智，一个是恐惧，一个是贪念。一个成熟的人，恐惧和贪念占比会较小，理智则占大脑的绝大部分。因此，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更容易客观的就事论事，会比他人更容易抓住问题的关键点，处理问题的速度也会很快、很准确。6. 不要听你爹妈的话，永远都不要，你只能相信你自己。听好了，只要你不是富二代，你爹妈就是不会赚钱，你爹妈就是只能打工，那这样你还去听他们的话，你也就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，一样的找个工作拿个工资，然后月薪几千安稳的过日子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你一定不要相信他们的话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赚过钱，他们对于商业的认知都是错误的，你信了你就是赚不了钱。也不要相信他们的经验，他们所有的经验都是安稳的经验，都是过日子的经验，而不是让你赚大钱的经验。所以你这辈子唯一能信的人就是你自己，只有你才能决定你的命运，信念决定高度。那为什么年轻人赚不到钱呢？因为年轻人干不过资本。7. 为什么很多人每天都在辛勤工作，却还是没有进步呢？因此，绝大部分人的努力只不过在低水平的重复，就像那些勤快的蚂蚁一样，每天忙忙碌碌，看似在奔波，其实做的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工作。绝大部分人看起来在努力，其实都是在偷懒，因为他们一直试图用行为上的勤快掩盖大脑上的懒惰，或者说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再举个例子，大部分人每天都在砍柴，却从来不磨刀。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，磨刀就是战略问题，砍柴就是战术问题。战略方面改进1圈，相当于战术改进了10圈，也就是所谓天上1天，地上1年。富人和穷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富人至少花 80% 的精力去磨刀，然后只需要花 20% 的精力去砍柴。他们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要么不出手，只要一出手就倒下一大片。而穷人却基本上把 100% 的精力都用在了砍柴的技巧上，他们每天都只盯着眼前的小便宜，却从不想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。绝大部分人每天疲于奔命，满地寻找金子和面包，他们两眼放光，却始终看不到那把能够打开自己思维牢笼的钥匙，而只要他一转头就可以看到这把钥匙，这就是人最大的可悲。一切机械式重复努力的背后，不过是一种行为上的惯性运动。看起来勤勤恳恳，其实是大脑偷懒的结果。没有深度思考，所有的勤奋努力都是白费的；没有战略布局，所有的深度思考都是白费的。这就是高手跟普通人的区别。高手只在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事上，而普通人是不分轻重缓急的乱努力。他们总是在战术层面不断的纠结，却无法在战略层面突破自己。高手是深刻而轻松的，普通人却肤浅而痛苦。看清金钱本质的4个核心。1. 最好赚的4种钱。第一种是信息差的钱，我知道你不知道。第2种是认知差的钱，我懂你不懂。第3种是执行力的钱，我们都知道，我去做了，但你没去做。第4种是核心竞争力的钱，我们都懂，但我做得比你更优秀。过去有生意好做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，造成了卖货的和买货的找不到彼此，因此出现了一批商人去对接他们，并从中牟利，而来信息越来越通透，商家和用户随时都可以精准连接，中间环节将大量消失，赚差价的时代也必将结束。未来的商业将从产品信息不对称走向大脑认知不对称，任何的赚钱都是降维屠杀，
认知高的人永远收割认知低的人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一层人和另一层人讲出来的话截然不同，甚至理念完全相反。2. 顺应别人的人性，满足他的人欲才能征服他的人心。说白了，对于能人，他喜欢什么你就不能喜欢什么，把他喜欢的让给他，他才会愿意跟你玩。真正的牛人必须打破钱关，打破情感。生意就是用点小钱换点大钱的游戏，人性的本质是欲望，激发欲望，控制欲望，你就可以驾驭人心。只要你能设计一套分钱分明的游戏，让别人为了欲望而玩命创造结果，你就成功了。对内分钱一定要比同行分得多，前线分到人才吃肉，庸才喝汤，蠢才吃骨头渣，后勤3个人干5个人的活，拿4个人的工资。对外永远要让人感觉占到了便宜，人性的本质都有贪念，只要你让他有占到便宜的感觉，他就会持续找你购买。小米、拼多多都是利用人性喜欢占便宜的心理，做成了巨无霸，前端只圈人，后端才赚钱，前端就想赚钱，基本就赚不到钱。3. 对抗自己的人性，反自己的人性，你才能不断进步。动物的本性就是喜欢待在舒适区，大部分动物都是吃饱了肚子就去晒太阳。人虽比动物进化的更加高级了，但人类终究是带着懒惰的基因的。你想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就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，克服自己的人性。别人看电视，你看书；别人打游戏，你打字；别人做梦，你做事；别人消磨时间，你利用时间。跟别人的人性顺着干，跟自己的人性反着干，你就能超越大部分的牛人。顺从别人的人性，反抗自己的人性。4. 问题等于金钱。穷人都认为自己想要钱，仔细想想，什么人是每天想着要钱？对，乞丐。所以满脑子只想要钱的都会变成穷人。钱只是你帮别人解决了某一个问题后的自然回报，所以你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你能解决哪些人的那些问题。当你找到了你能帮别人解决的问题，别人就会自动把钱给你。马云找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乔布斯找到了用手机改变世界。你找到了什么？当你清楚你这辈子帮别人解决什么问题时，你的生命就进入了更高的阶段。解决小问题获得小回报，解决大问题获得大回报。穷人总是用打猎思维赚钱，总想着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全靠撞运气，今年混完明年又不知从何开始。富人都是农耕思维，一点点播种、培育、贡献价值，先给别人好处，再长久获得自己的好处。切记，赚钱最大的天敌就是总想赚快钱。8. 人活在世界上和动物生活在丛林里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，强的要吃弱的，大的要吃小的。只不过人类善于包装自己，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，让人类社会看上去不那么赤裸裸。我们必须记住一句话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地球上无处不在。社会上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狼，一种是羊。你要么是狼，能吃人，要么是羊，坐等被人吃。狼的生存逻辑是如何优雅地吃掉羊，而羊唯一的生存逻辑就是变成狼。有句话叫邪不胜正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，而是一旦邪恶战胜了正义，它本身就变成正义的了。在人类社会里，99%的人都是羊，他们宿命就是被吃掉，或者被变相的吃掉、收割。这种人也可以被称之为韭菜。为什么99%的人的宿命就是被收割？因为世界上99%的人都是迷途的羔羊，他们都生活在假象里，永远看不到真世界的相。因为真相往往复杂又残忍，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宁可逃避真相，也不敢去面对它。于是这些人宁可沉溺在幻想里，沉溺在一时的痛快里，乐此不疲。这就是乌合之众，也叫巨婴。世界上只有1%的人能看到真相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世界的真实，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人性的恶，有足够的胸襟接纳世界的不公。真相永远掌握在这些极少数人手中，
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主宰者。也因此，这1%的人可以随意操控那99%的人。举个例子，很多高人1%的人拥有化繁为简的能力，却为什么不去这样干？原因只有一个，这样干就赚不到钱。化繁为简是智慧，化简为繁是商业。当他们把问题化繁为简，看清真相之后，如果想商业化，还必须把它再化简为繁，制造假象。因为99%的人只愿意为复杂的东西买单，尽管这会使他们更加懵逼，但是这些人的宿命就是越来越懵逼，这也是韭菜的典型特征。99%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复杂的描述和套路所打动，越是花里胡俏的东西越能让他们着迷。实际上，大众那99%的人追求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，而是各种极端的情绪、偏激的观点、复杂的表象、持续的上瘾。凡是让大家感觉不爽的真相，大家会一直充耳不闻。相反，凡是能让大众产生美好幻想的谎言和套路，却可以让大众狂热，这就是人性啊！自古真心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。谁掌控了影响大众想象力的艺术，就掌控了统治他们的艺术。商业的本质就是8个字：看清真相，制造假象。先看清真相，化繁为简，再制造假象，化简为繁，让大众沉迷其中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你就成功了。大众从不想要真相，他们只是渴望被理解、被认同。千万不要用你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，你只需要理解他们目光的狭隘，看清真相之后就去制造幻想，让他们沉迷，制造各种眼前的小利益，让他们纷至沓来，你就能大获成功了。这是每一个商人必备的本领。再思考2个对应的问题：消费者想要的真的是价值吗？大众想得到的真的是真相吗？其实大家想要的既不是价值，也不是真相，他们只是渴望被理解，渴望得到情绪安慰。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，也不要把你所认为的价值和好产品给他们，你只需要理解他们，抚慰他们，你就能大获成功，这就是商业的本质。所以互联网上最容易传播的从来就是各种情绪和偏见，而不是真正的价值。这99%的人自以为掌握了各种真理和见识，其实他们只是把情绪当理性，把信息当知识，把偏见当思想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家总是喜欢使用不断重复、狂轰滥炸的广告方式。这种方式虽然粗俗无礼，把消费者当傻子一样去戏弄，但是让消费者还是会不断去买单，不断的去上钩，飞蛾扑火一般的涌来。那些给大家提供真相和价值的人，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唾弃。相反，那些给大众提供假象和小便宜的人，却可以成为大众的主人。所以，世界上99%的人追求的并不是真相和价值，而是各种情绪安慰、各种小便宜、各种美丽的谎言。请大家记住这4句话：一，人们最想表达的永远不是内容本身，而是渴望被理解的心情。2，人们最想得到的永远不是真正的价值，而是情感安慰。3，人们最想看到的永远不是真理或真相，而是各种希望。4，人们最容易被说服的永远不是道理，而是利益。以上这4句话就是商业的秘诀，也是社会的真相和本质。对于那1%的人来说，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给残酷的真相穿上一层糖衣，让那99%的巨婴吞下这片甜甜的药，然后帮助他们成长。政治家看透了真相，用制度管理人；企业家看透了真相，用商品去满足人；文艺家看透了真相，用作品去陶冶人；佛家看透了真相，用智慧去点化人。对这些巨婴最大的负责，就是让他们吞下这颗良药，哪怕囫囵吞枣一样，也有利于他们成长，而不是一味地给他们讲道理，告诉他们真相，因为他们的认知水平就接受不了真相和道理的。比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
千万不要去欺骗一个女孩子，除非你能欺骗她一辈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真相可以被看透，但不能被说透。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真相一旦说出来，就会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。这些99%的人根本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真相，拧成一股绳，埋头干活就行了。他们如果知道的太多，看到的太多，想的太多，反而会消散社会的合力。更何况，即便真相呈现在他们眼前，他们也不愿相信和接受，他们需要在假象里沉溺，他们的宿命就是在痛苦中轮回，就是被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。未来人和人最大的差别，不再是阶层的差别，而是不同物种的差别。那1%的人将进化成为剩下99%的人的上帝。资本大鳄索罗斯说，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。要获得财富，做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看出其中的假象，投入其中，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知之前退出游戏。一个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但是这需要修炼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。看清真相才是人生逆袭的根本，也是谨防被收割的根本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